时候总想着长大了一定不要嫁给我爸这种男人。从我1岁的时候开始揍我，一直揍到初3。4月23号，我印象很清楚。当时我因为晚上8点没有回家，跟隔壁一个男生在公园聊天，我爸直接给了我3巴掌，当时差点闹到退学，他以为我早恋了。我爸总说小树不修不直溜，我一哭他打得更厉害，问我以后上了社会哭能解决问题吗？走一步帮我看3步，毫不夸张的讲，我没有叛逆期，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从小到大我在家什么都不用干，我的任务就是学习看书学习。那个时候我一直讨厌我们家怎么就我一个孩子呢？我觉得我爸妈在用爱绑架我。高考结束那年呢，我迅速挣脱了我爸的约束，选择出国留学。后面我才知道，我以为我说走就走的留学，其实我爸已经准备好几年了。我走的时候他和我说，你爸就这个能力了，剩下的路你要靠自己走了。这10年呢，我拖过3个20公斤的箱子，坐飞机，找便宜的合租房，半工半读，晚上12点赶最后一班地铁。一个人呢，也扛过了40度的高烧。我自以为是的觉得我不告诉他们对他们好，但是我却忘了他们对于我一无所知的担心，导致了整夜的失眠，精神高度紧张，最后导致焦虑型抑郁。这次当我回家呢，老两口给我说，一直催我结婚呢，也别怪他俩，他俩还是老辈子的思想，想有人陪着我，说自己现在老了，不知道还能活几年。离开以后呢，不想就剩下我一个人。说爸和妈不希望你有啥，就希望你别得病。扛不住就回家。有钱呢就回来看看，没钱呢，爸妈有一口吃的也给你吃一口，饿不着你。我就打岔，我说好。其实我眼看着桌上越来越多的药，满头越来越多的白发，我猛地发现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人。我也终于明白，这个男人把他一生他觉得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。我爸好像从我出生那一天他就没有再做过自己了。可能我是一般的女儿，但是他真的是很好的父亲。